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my channel. I'm David.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David。本期视频是我 Threads 克隆系列的第3期视频。我给我的频道设置了2个里程碑事件。当订阅数达到500的时候，我会把 Threads 克隆的前端代码开源出来。当达到1000个订阅的时候，我会把后端代码开源出来。如果你对 Threads 的技术乃至产品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距离上一次发视频已经过去了大概3周左右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呢，我同步更新了 Threads 的一些功能。首先，第一块的内容的话，就是新增了一个用户推荐的模块。就是它原站的做法的话，是会根据你的用户画像去推荐一些用户。这里演示一下。这里就是这里的话就是这个推荐模块。其次呢，对Threads 原站的一些功能也做了同步的更新。这里的话包含有如下一些功能。首先的话，第一块的话就是发帖的时候呢，它对这个发帖的这个图片的话做了这个 drag 的支持。它原站的这里是做的非常细致的，它包含了当你只有一个推文的时候，它 drag 上去是这样的样式。但是当你有2个推文、3个推文的时候，这里就会有一个提示，当你drag down 到对应的这个 post 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图片对应的上传上去。这是最近更新的功能之一。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这个下面的这个功能是非常的困难的，就是对帖子的这个标签做了支持。就是当你在发帖的时候呢，你可以对你当前的这个 post 做一个标签的支持。这里会推荐显示一个推荐的标签。原站的 Threads 的话，它这里肯定是会有一些推荐的。这里的推荐的话，它有特定的这个推荐算法，但是我这里就不可能是像它那样还去做这个推荐算法。这里的话，我就是按照用户对应最新生成的这个 tag。而且由于这个编辑器呢是基于 Draft.js 去开发的。Draft.js 的话，它没有它的 plugin 的话，它没有对这个 tag 做支持。但是我做了一个比较取巧的一个做法，就是其实它这里也是对这个使用这个 at， 只不过这个2个的 at 的这个 trigger 呢，一个是这 at 这个符号，另外一个呢是这个井号。当然这个功能呢，我会在后续的视频当中做详细的介绍。这里只是做近期更新的一个展示。除此之外呢，就是新增了一个交互上的一个改变。因为这个也是这2天做的。因为我每天下班之后都会去看 Threads 它的网站有什么更新。最近我发现呢，它的首屏的这个加载的话，它是做了这个骨架的这个支持。这个骨架的支持的话，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就相当于就是一个加载的一个 loading 的一个提示吧。这个样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实现的，直接去 copy 它的那个样式，把对应的组件实现就可以了。这就是最近这3周的更新的内容。目前的话，整一个Fake Threads 的这个站点的话，跟原站的站点的话同步的内容，我应该是大概达到了80%乃至于90%了。
除非后面我也会陆续的去跟 Threads 源站的更新保持一致。接下来呢，就回到本期的一个主题，叫做 use cache state。use cache state 这个 hook 的实现的话呢，主要是用在哪个方面呢？其实你去游览 Threads 这个源站的话，你会发现，当你第一次加载到首页之后呢，在后面你去切换到其他模块，比如说你切换到这个 notification， 就是消息模块，还有个人主页这些模块的话，你会发现，当你切回来之后呢，它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模块它是没有再重新刷新的。这个 cache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这里推测让我去实现的话，可能有2个方案。第一个的话就是对应模块的这个 node 这个虚拟 DOM 进行一个缓存。第二种方式的话，就是对你请求的数据做一个缓存。那么我们如何去判断 Threads 源站它是到底是使用的是对 DOM 的虚拟 DOM 的缓存，还是说是使用 cache 的这个缓存？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这个React 的这个 tool 去判断。首先的话，我们可以审查到这个对应的这个节点，审查到对应的这个节点，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切换到其他的模块。这个时候我们去看，如果说它这里的这个 DOM 被卸载了，如果消失了，那么就可以去判断它使用的是第二种方案，就是对请求数据的缓存。这里我们做一个演示。你看，当我们切换到这个 activity 这个模块之后，你会发现刚才的那个模块的话，它这里的 DOM 其实是没有被销毁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断，它可能是使用的第一种方案，也就是对这个DOM 的缓存。也就是说，当你切换这个路由的时候呢，它本身的这个组件是没有被销毁的。然后现在市面上对这种 SPA React Router 的话，比较常见的这个方案的话，就是 React Router 这个库，这里，而且官方的话，它没有对官方的 React Router 的话，它是没有对像 Vue 那样做 Keep Alive 的支持的。而且我们可以通过看一下它Threads 这个源站它的整一个的这个 DOM 的这个结构的话，也可以推断出来它是没有使用到React Router 这个库的。那么我可以推断，在 Meta 内部的话，它对于这种 SPA 的这种框架，类似于Instagram 还有 Threads， 它肯定是内部是有一套方案的，而且它对这种常见的路由切换之间的缓存的话，也是有一套方案的支持的。但是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把这个方案开源出来。那么就对我们如果说我们采用像Threads 这样也是同样的话，如果说采用第一种方案对 DOM 的缓存的话，而我们就要去找那个 React Router 它有没有对应的这种缓存的方案。很可惜，就是它官方也没有 React Router 这个库的官方它也没有去对这一块做一个适配，而且第三方的这个支持的框架的话也非常的少，基本上没有。所以说我这里在实现这种路由切换的这个页面的缓存的话，我是采用了第二种方案，就是也是本次视频的一个主题，就是 use cache state。我使用了这个 use cache state， 就是做数据的缓存。这怎么去做这个数据的缓存呢？就是对 React 提供的 use state 这个库呢，做了一层额外的封装。这里我对代码进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其实这里的方法的实现的话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首先的话是利用了这个 LRU 的这个 cache 的这个库，然后对每一个缓存的时间大概就是5分钟。当你使用到这个 use cache state 这个 hook 的时候呢，你会需要你传一个 cache key 这一个 key 值，然后会根据这个 key 值去做一个缓存。当初始化的时候呢，会优先去从这个缓存当中拿这个缓存，如果存在的话，就直接把这个 cache 去返回。如果没有的话，就会用初始的这个 initial 去返回这个值。其次呢，也会去监听你的 cache key 的变化和 value 的变化，去做对应的处理。这里整一个 hook 的代码量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只有不到40行的代码。这里我来演示一下，最后利用到了 use cache states 这个 hook 之后呢，页面所呈现的一个效果。首先，当你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比如说这里呢是首页的这些帖子的缓存。当我切换到 activity 这个模块呢，然后再切换回去，你看它这里的这个页面是没有刷新的。同时，我们通过这个 DV tool 的话呢，去看一下我们的组件它有没有被销毁。然后我们再切换到 activity 这个模块，你会发现刚才的那个被选中的那个节点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们切换回去，你看仍然它没有之前的那个 loading， 就是那个骨架屏的那个 loading 效果了。当然，使用这个 use cache states 这个库呢，同时需要你对原有的你的业务逻辑需要做一些适配，因为你需要去判断，如果说你的这个 state 被缓存之后呢，就是你需要去判断你的这个 date 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的话，才会需要去做请求，如果不存在的话，就不需要做请求了。这里呢需要去在补充之前刚才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去判断Threads 源站它是否使用到了React Router 这个库，其实也可以通过这个 DV tool 去看到。其实在这整一个的它的这个 DOM 的这个结构上，对顶层的这个结构上面，你其实可以通过这里可以通过去看到。就是主要是去检查，去看有在这个 props 这个对应的节点的 props 下面有没有这个 router， 有没有 router 有没有跟 React Router 相关的一些属性。这里其实这里就可以看到，这里这个 location 呢，肯定是跟 React Router 它提供的这个方法，还有一些属性相关的内容。但是我们回到Threads 源站的话，我们再去检查它顶层的那个那个 node 节点的话，再去看的话，其实是没有跟这个相关的，没有跟 React 相关的一些属性的。本期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本期的视频的话，主要是对近3周以来对Threads 源站的更新内容的一个小的总结。同时呢，对 use cache 这个
hook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EOSCache 这个库，这个 hook 呢，主要是利用了 LRU 的这个缓存策略，然后对useStates 利用 LRU 这个库呢，对 useStates 这个 hook 做了一层封装。它的主要逻辑的话，就是通过通过你传入的 cache key 来去从 LRU 里面去取是否存在有缓存。如果存在有缓存的话，就直接把这个缓存返回；如果不存在的话呢，就回归原来的这个初始化的逻辑。同时呢，会对缓存的时间有一个保鲜期，就是大概5分钟。为什么要做这个保鲜期呢？其实你可以去看 Threads 原站，当你不停的切换这个模块的话，它其实会隔一段时间，然后再重新去拉取数据，因为你有可能就是这个数据它有一定的新鲜度，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是在这个缓存期间呢，这个数据其实是有更新的。如果说长时间的这个数据如果不更新的话，可能会在用户体验上会有一定的问题。那么本期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对 Threads 的技术栈以及产品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啊！只有在我的频道才会对 Threads 技术和产品有细致的分析。好，谢谢大家。